改变想来的时候，只要想来嘛，对我们是好处一点都没有。我家底下倒是菜籽没地口不中，这趟菜不中了，这菜中了谁可以还是那他的呢？2021年夏天，15头亚洲象从云南西双版纳一路北迁至昆明，引发了全球数亿网友的关注。实际上，中国目前共有300余头野生亚洲象，全部生活在云南南部地区。近年来，象群北迁现象时有发生，间接造成了云南多地人象混居的现象。在距离昆明280公里的大树角村，就有40余头野生亚洲象，长期和2400名当地村民比邻而居。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可以吃掉150到300公斤食物，而在大树角村，村里绵延的玉米地和水稻田成了他们的专属食堂。呀，来，哎，玉米你来吃，吃个嘛1亩多钱，他们来瞧啊。今天吃的上个那个的不去了，把10多天的吧，20天不瞧过。这个把这是。你故意也有嘛？真的他们挑个人物噻。除了觅食以外，大象的很多其他行为也会给村民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比如踩坏茶田，甚至误入村民家中。他不吃茶叶，但是他就是要破坏。他就是踩死啊！他过路的时候，他过了那个路，他返回来，他仍然要过那里。要是他不想去的时候，他想在那里待，想在那里玩的时候嘛。他就往撞着嘛，不动嘛，就踩死了嘛。我的那个小屋，也就是进在那个地里嘛，就在那里养鸡。养鸡的时候想气了，他就去那个纸巾上，把大的那个公鸡，他用那个鼻子勾住了嘛，他就在丢玩嘛。这并不是说他要吃并不是他说吃，他就是玩，把他那个鸡玩病了嘛，跑不动了那个鸡，玩病了，他就把那个鸡弄死了嘛。面对象群造成的破坏，大树角村引入了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用以补偿村民的损失。然而，大象的肆无忌惮仍然给村民们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其实他们的补偿嘛，补偿是太低了，他只是说补偿，他不是说赔偿。要是他赔偿，他是赔不起的。实际上，多年来，该保险制度一直在不断完善，补偿的比例也在逐步提升，保险覆盖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曾在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及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工作的赵怀东老师，长期从事和关注亚洲象保护，同样见证了保险制度的发展过程。针对村民对于补偿价格的不满，他说道：当然不能赔到市场价了。那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我就去种粮食了，我种在那儿，啪，大象吃完了，我只干了1/3的活，再拿了个市场价，那比直接种地还赚吗？赵怀东老师表示，从保护角度上来讲，也要尽量避免亚洲象依赖人类食物，这需要政府和社区百姓共同努力，进行产业转型和多种经营，逐步降低亚洲象造访农田的频次和兴趣，尽量远离人类生产生活区域。如果进行全额赔偿，反而可能加重亚洲象造访人类生活区的情况，长远来看并不利于社区经济发展。就算保险制度在未来更加完善，但更让人提心吊胆的是，大象可能对村民的人身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就在我们到达2周前的一个下午，2头成年象刚刚拜访了郭阿姨的家。进家，大象进家门刚烂掉了，刚在那哈笑，门笑就烂完，行不嘞？家庭的大米去带了，家里面的了，家里面是9种之外，还比原来不装还差不多。人装上还身体破坏的都还差不多，人还可以让。我家里来破坏我就无办法啦，这地就办法那个最重要了，他们。这个东西是这个政府家是他们对我们做农民是你们要得帮上报给他们
要得隆重的啦。就是好我都比法过啊，原来拿钱在手里头，赶紧个弄เอา房子拿房子洗完了，上在了我们来上在这上大乡亲个的。那就国法倒是国家的国法，倒是国家有什么事情到咱们早上只会知道的。我这个上海的我们就农民的就家规呢，这个他们保护的东西我们也不敢打翻的，是那我们就承受了这个。在大树角村，几乎每一户村民都有和大象亲密接触过的经历。住在附近的王大哥家也遭遇过类似的情况。那天4点左右，那天我们大人一个人没在家，只是我家那2个小孩在嘛。他们也打电话跟我说，巷子经进我家来了。我也打电话给小孩，不要在下面，一定要上2楼，不管他下面怎么弄完了，弄烂了再说，一定不能下来。后面我们回来的时候，那天我们是在那边那个无人机上嘛，一看那个象就在我家这边，我们是看它是在下面那个1米地嘛，但是还没看到上面有一头。我们江州要往这个坡要上网的时候，刚刚也就对了那头象嘛，我也只不得已往后退。近年来，由栖息地面积狭小和碎片化严重而导致的天然食物不足，迫使亚洲象为了寻找家园和食物而闯入人类的村落。与此同时，中国境内的野生亚洲象数量因保护得当不断增加，从80年代的170头左右增长到了目前的300头左右，而这也进一步加剧了象群活动空间和当地村民生产生活空间的重叠。为了尽可能保障村民安全，当地林草部门在村中设立了监象员，马大哥就是大树角村的一名监象员。只要象群在村庄附近活动，他们就需要去追踪象群位置。因此，作为村里和大象打交道最频繁的人之一，马大哥的日常工作不可避免地充满了危险性。最危险的事就是在我们这次过去那个垭口上，那老象是从那个垭口那边过来，我也从这边过去。刚刚我也反应过来，他也追过来，然后我又跑到那个公路那个陡坡，有这么陡吧？我刚好缩下去，那个看上去老象就站在那个路边了，要是晚了2秒3秒就被他搞掉了。太危险，那一次最危险的那一次了。寻找象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亚洲象的活动范围极大，往往一天就可以走上10几甚至几十公里。就在拍摄的第2天的早上8点，我们接到通知，象群到达了大树角村附近的另一个乡镇，可以被观测到。于是我们立即驱车前往拍摄。几经确认改道，我们终于在丛林的边缘找到了象群的身影。在森林与村庄之间追象，只是监象员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第一时间发出预警，保护村民安全，则是监象员工作的另一块重点。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村民都愿意听劝。好几次他都不信任你，他就不相信。哎，你们骗我了，你们哄我了，那种，那没办法，兄弟。面对频发的人象冲突，村民也开始尝试使用不同方法防象。各式各样的铁丝网就是村里最常用的防象手段之一，而关于其效果，村民们说法各异。要围结实一点是挡得住的。个是会防得什么成功，还不是会勾进来。一般还是有用的那个铁丝网，你不能说没用。那个铁丝要密一点，铁丝网倒不怎么贵，就是对人不方便，就是你出境不方便嘛。那里面就误伤了一个了。那一次刚刚那对群象刚刚从联合那边过来，然后那个袋子里面有一家人就赶紧就把那个铁丝网拉起来了嘛。有一个差不多
跟他们一样年纪的一个小伙子就骑着摩托到他家去了嘛。等反应过来就干到这里了，大口，重金了，干了3、4千块钱。与此同时，更多防项措施也在陆续得以应用。就在今年，大树角村附近的刘家寨作为试点，引入了电围栏来防项。电围栏由政府出资，将整个寨子都围了起来，效果也得到了村民们的肯定。而在大树角村，也有志愿者们前来安装防项灯。这种灯具有常亮和频闪2个模式，希望让村民们在夜晚看清接近的大象，或者是通过频闪尝试吓走大象。尽管防项灯的趋向效果可能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但至少这些照亮黑夜的光，也是一次为了缓解当地人象冲突而做出的努力。纵观全球，缓解人象冲突的方式还有很多，但这些方式想要在大树角村成功实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关注到大树角村所面临的现状。而单纯的关注不会是结束，除此之外，或许还有更多问题需要考量。我们在管理一个自然社区的时候，我们也是持续会面临新的问题。比如说大象现在反盗猎解决了，那它数量增加了，那可能你就面临栖息地不足的问题啊。栖息地问题你又给解决了，你会发现，老百姓的日子过不下去了，所以它永远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说，保护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持续的工作。我觉得人的态度，首先该纠正的不是说他们觉得它可爱，而是人真的觉得在大象之上。那么，在平等的人象关系之上，二者冲突究竟该作何解？这个问题仍旧需要我们不断去探索。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森林离不开大象，而人类也离不开森林。保护亚洲象就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